想要带劳力士的质量，但又不想要满大街别人都有心理，其实早在60年代就有了答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长得最不像劳力士的 Rolex 家族里的异端分子。Sub、Daytona、Explorer 这些好像确实每个人都认出来是块劳力士。你如果不是买的古董款或者特殊表盘的，真的有些满大街都是的感觉。当然，我们喜欢劳力士的原因，可能只是因为喜欢这个品牌所代表的历史和品质，并不想给别人认出来我们戴的是一块劳力士。这个用着希腊语去书写的产品名 Midas 看起来就更像是一个实验性的产品，像劳力士今天的品牌定位和固定的产品线，这种表是再也不会出现的。但在你收藏表的时候呢，这种特殊和怪异有时候就是表迷们的福音了。Gerald Genta 先生，皇家橡树鹦鹉螺的设计师，在1962年就画出了 Midas， 整整的早于皇家橡树10年。但我猜劳力士一开始根本没有想过要批量生产，更别要说做一整条产品线给 Midas。但是转念一想，这也许跟近年来劳力士会做一些左撇子的 GMT 啊，带 emoji 表情包的 Day-Date 有关系。是不是其实劳力士的高层领导们是有一些特殊幽默感的左撇子？我们来看看细节啊。Midas 的这个不对称表壳名字由来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左手可以点石成金的国王，还有他的表冠在表壳的左边，非常方便左撇子们上弦。除了名字来源呢 ，Midas 的设计其实也是按照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作为设计灵感的。如果你把这块表平放在桌面上，你会看到它的三角形顶部像是屋顶，然后这个一节节的这个表链呢，像是这一根根立柱，而这个表冠的设计，锯齿的形状是为了代表太阳在上方的一个效果。但在这些有点神奇的设计下，其实还藏着你意想不到的实质。毕竟花活不是劳力士的调调，实在才是。Midas 是当时劳力士目录里价格最高的表，而且也是重量最重的表。拿在手上你就立刻能理解它的用料实在是狠。一节节表链呢，就是又厚又宽，用的都是实在的金。要知道 Midas 当时的零售价可是要比劳力士的旗舰款 Day-Date 还要贵了30%，并且这块表没有任何的功能，这件事就十分的夸张了。但不知道是因为 Midas 特殊的造型，还是它非常沉甸甸的分量，最传奇的音乐人猫王、爵士传奇 Ella Fitzgerald 还有流行巨星 Rihanna 都是 Midas 的忠实佩戴者。这件事是个巧合吗？哦，对了，劳力士还很可爱的给这个 King Midas 组成了一个家庭，除了 King Midas 还有 Queen Midas 和 Princess Midas。现在我们一起来 go deep， 看看 Midas 究竟有哪些型号和具体的款式吧。无论你是一个 King 还是一个 Queen， 或者你想给自己的 Little Princess 找到一款 Rolex Midas， 那你在 Rolex 官网上找不到，但是你可以在派多腕表的小红书或者派多公布的公众号上找到它。我们先从最经典的这个非对称表壳来看起啊。第一个型号是9630，第一代的 Midas。这个型号很多人都说生产了1000只，但实际它的产量是少于800的，其中有144枚白金的版本，还有一些带钻的版本，其余大部分都是黄金的。最夸张的是，在60年代，这些全部都是由贵金属打造的 Midas， 每一只都是由 Rolex 的 Metal Maker、Watchmaker 匠人们手工打造的表壳。所以这些表呢，它会有一些细微的差距。要注意，最一开始的250只在表壳侧面呢是没有 King Midas 的刻印的，而即使是有 King Midas 的刻印的时候呢，因为手工的原因，你也会看到这些字样还有位置会有一些稍稍的不同。第一代的 Midas 9630的表盘上印有希腊文 Midas 的字样，相较于后期的 Cellini 花体字，我觉得更有原始设计的质感。和当时的很多其他劳力士不同啊 ，King Midas 用的是实心的表节，加上是贵金属，手感要比同期的其他古董劳力士好的太多。而且这款表呢，还领先同时代的其他劳力士，采用了 Sapphire Crystal， 而当时其他的呢，还在用 Plexiglass 这种塑料的表径。而表链和表扣的手感也是非常结实，它还印有 King Midas by Rolex of Geneva 的字样。这样的说法好像劳力士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而 King Midas是自己的一个艺术作品一样。这个初期的 Midas 的表扣呢，式样也是双向蝴蝶扣，和后期的这个单向蝴蝶扣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Cellini 这个名字大家估计耳熟能详，算是劳力士里面一个一直不温不火的偏正装表的系列，现在已经全面停产了，被新出的1908系列代替。而当时 King Midas 就加入了这条 Cellini 系列，那就代表劳力士其实是认可了这条产品线的。但其实呢，这个第2代的型号反而要比第1代还要少很多。表壳后的编号我们能看到，第2代只有500枚左右，大部分还是黄金，一小部分是白金。这时候表盘上的 Midas 被换成了劳力士的花体字 Cellini， 但是它的表壳和表盘的其他细节并没有什么变化。机芯上面也是，2代的 Midas 呢还是和1代用的一样的这个 Caliber 650，也就是这个伯爵 Piaget 开发的一个超薄机芯，只有 1.8 毫米薄。但非常后期的2代呢，其实也开始用的是更新后的651机芯，但有些早期的3580因为是过渡期，用的还是和1代9630型号一样的表盘，还是有这个希腊文 Midas 的字样。如果表盘都有 Midas 字样的时候，我来告诉你一个简单判断它是不是2代的小贴士。如果表壳背后的数字呢，它大于或者等于800，那这个呢就是后期了。第3代的 Midas 继续在 Cellini 的产品线下发光发热，但这次劳力士开始了一些不小的改动。因为70年代金价持续走高的原因，劳力士把 Midas 表链的厚度从 3.77 毫米降到了现在的3毫米。这时候这一代的 Midas 它的手感和重量，你明显就能和前2代感到了区别。但第3代它的表链呢，特别是表扣的部分，看起来更加的一体化，变成了这个单向的折叠扣，表链后面也加上了一些螺丝，更方便你取下多余的表节。我觉得最纯粹的呢，自然是没有任何多余装饰的，最符合 Giorgenta 最原始设计的版本。但是呢，有钻石镶嵌的版本呢，还有表壳是条纹条理的版本都有的。这些呢，用的都是单面的折叠扣。表壳后盖呢，也从用螺丝直接变成了这个 snapback 了。大多数型号用的是651机芯。从3584开始 ，Midas 开始有了这个各种各样类型的表盘。特殊材质，比如说青金石还有珊瑚石。型号4312呢，还带一个手工制作的米兰链，非常的细致。表盘用的也是同样的纹理。4316这个型号呢，带有钻石表盘、虎眼石还有青金石表盘各种。我们还能看到4620这个型号用了蓝宝石，并且还镶嵌在了表壳上。4342呢，长得虽然是对称，但表壳却不是简单的方形，随着表壳做了这种6边形的设计。这个也是非常的 quirky。在此之后呢 ，Midas 开始进入了没有表链的阶段，但这些表的重量还有无一体式表链的设计，我觉得都跟原始的 Midas 设计理念相差比较大。我想这也是劳力士当时因为觉得这个表实在太贵了，它要降低一些消费者能拥有它的门槛。金料你看用的实在是过足了，零售价也实在是太高了。也在这些表带款的 Midas 上面呢，劳力士同时做了不对称和对称的表壳设计，机芯也从 Piaget 开发的65061渐渐演变成了劳力士自家的1600和1601。同样的，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表盘设计，还有材料的运用，也有加钻和不加钻的版本，还有巴黎丁的表壳设计等等，甚至表壳还有同时拼接了白金和黄金的版本。在最后，劳力士开始生产的这些 Midas 对称表壳加上表带的版本，但我并不觉得这些表算是 Midas 了，它其实算是失去了 Midas 一开始的所有设计元素，更像一个普通的方表了。虽然不少人会说这些表算是末期的 Midas， 我个人还是建议藏家们尽量去追一些早期的，还是保持着所有设计元素的版本。而盒子和包装也是 Midas 最有亮点的地方。但可惜，现在带有原始包装的 Midas 呢是非常少的。和今天千篇一律的劳力士纸盒子和绿色包装盒不同 ，Midas 的包装呢是完全呼应了这块表的古希腊元素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得像古希腊酒瓶的包装呢，它上面有个场景，描绘的正是著名的 Midas 的故事。当时的士兵们在街上找到了这个喝醉了不省人事倒在地上的 Silenos， 把他带到了当时的国王 Midas 面前。好巧不巧 ，Midas 竟然能认出来被拉着搀着的不是一名简单的醉汉，而是酒神 Dionysus 的老师。于是国王大方地邀请这位老师呢住下来玩几天，再把他送到了酒神的旁边。
而正因为这件事，酒神非常高兴，送给了这个国王 Midas 左手可以点石成金的本领。而这个最后包装上的点缀，我觉得也是劳力士对这个 Midas 它是一款特殊产品的直接体现。好了，这就是我们对这个 Rolex 一款非常特殊的腕表 King Midas 的收藏指南 Collecting Guide 了。希望你喜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